这个过年吧前跟这个Christmas 前后年底跟年初的时候总是有一些国家呢是我们特意特别想要特别安排的一个地方想要呢，因为在普通时候很热的国家，它到了这个时候，它就变得非常凉爽，这玩起来也开心许多现在我们要前往的是清迈，神秘的金三角你看 Happy New Year 有没有这个不一样的感觉啦，有没有？这是每一年12月份到1月份，有的人讲12月份、1月份没什么好去错了12月份、1月份其实是在很多的国家是一个新年的开始，甚至是 Christmas， 所以这个时候你来到这些地方呢，你会有特别有感受。现在我们来到了这个地方，就是泰北清迈。泰国这个国家呢，其实真多人都认为在帕塔亚呢，其实不止泰国这个地方呢，其实有非常多的这个怎么说可以选择的这个游乐方式泰北、清迈、泰国曼谷都是丛林竹筏游河做这个在清迈这个地方做这种船只呢准讲特别有感觉而且呢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我很喜欢的这个游程这个游程就是这个丛林竹筏游泰国清迈竹筏游河，我们在这个1月份来到这个地方天气呢其实算还蛮晴朗的蛮凉爽的。
嘛你甲讲，边啊迄是马路哦，这竹筏游河哦，水清则无鱼啊。你不要小看这个底下呢是有这个鱼啊哈，伫这个河内底哈，这条这个游河呢，在台北算是真热门的一个旅游景点。咱讲哈，泰国今嘛呢，人民的这个消费水准呢，你说低吗？还是高呢？很多人在讲清迈啊，泰国，其实现在的这个泰国呢，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哦。我就说过了哦，当全世界都在往前走的时候，只要你这个国家原地踏步，就叫做退步了。为什么？因为现在的这个泰国呢，很不一样。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大家有注意到的。当你伫世界各国你旅游的时阵，即马你会使看到真侪，除了中国团以外，我跟你讲，即马香港人香港人原本就有啊即马马来西亚，即马的什么泰国人并这样，是安怎？因为他们的经济正在悄悄的起飞当中。以前我们习惯叫人家太老，我告诉你，慢慢的在改变。他们新兴富有的人越来越多了。就跟我们10几年前在看中国大陆是一样的。以前我们觉得中国的经济怎么样不好，我相信现在绝对没有人敢再去说中国的经济不好。当然，中国有很大的城乡落差，而现在的泰国也慢慢走上了这一条路，越来越富有。那我们现在呢，来到了这个是梅登大象学校的4合1大象表演哦。那我刚前面讲到哇，看到这个大象表演呢，这个泰国人呐被誉为世界上数一数二最会驾驭动物的民族之一举凡大象啦、猴子啦、鳄鱼啦等等毒蛇啦，我相信很多人来到泰国来到泰国，你都有看过因这个人高人墙顶顶真多，你一定都有看过所以人讲泰国人真厉害，做到人物件人就不会了你说人也会啦就是人妖嘛所以呢很会训练这些动物。那以前在泰国呢，象对泰国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交通工具，也是搬运工具在以前的社会，甚至象也是泰国的这个神圣的一种坐骑甚至他们的一种象征以前的泰王毕生都在寻找白象神明的化身那所以呢，泰国有真侪象，这个象呢，大部分呢拢真侪，拢会变成什么？变成即马互训练呢？但泰北的森林当中，有真侪野象野象还是存在着那这些很多的象呢，都是孤儿象孤儿象是为什么？可能在以前踩到地雷的啦，踩到陷阱的啦，或者是被屠宰的象啊，然后那个小象呢被人们带来抚养，在大象学校以后慢慢抚养久了之后呢，结论是什么？慢慢的它就开始变成什么？这个人们的训练表演工具之一。那这些大象呢，长大之后再生小象呢，耳濡目染的就继续在这个人们的圈养当中呢成长。所以这些象其实已经失去了本质的能力都是用表演用的那你说是不是很残忍呢？在某个区块来讲是好的为什么？它让人民更了解象再加上了这些孤儿小象呢，在大自然的环境当中，敬雄来讲，这些小象就是死定的。想到没有母象，没有这个象是团体动物，没有团居生活呢，这些象一定是死掉的但是呢，人们发挥了爱心，把它救了起来之后，当然也就另外一面是好的，也有坏的。坏的就是变成什么？它变成了人们的娱乐工具那人们呢，也就开始教导象去做一些表演来娱乐大众，来娱乐小朋友，甚至呢，让人们觉得呢，哇，这个象好可爱，好厉害。现在这些象夫每一个人手上都拿着一个钩子这些雄性所有去卡大象的人都知道，他们会不断的在这些象在不听话的时候，象皮伤高，因为用这个钩高这个象皮有人讲你甲问讲谁这个大象的皮伤高伊也袂听，有可能袂听。那袂听就免用钩这只较高这只跳得较悬所以有时候你会看到这个大象身上有止药水就是因为可能勾到最后呢去帮它擦药了你看有大象有小象。
让人们更了解象的构造，让人们了解象是什么样子的动物那在某一个情况呢，当然就是我说的它变成了表演工作。你看今晚虽然没有收音但是我能知道你从啥回为什么不是我会通象语是说因为来过大概都知道他们的流程，那么 round down 是什么。所以今晚就是按你表演等你踢卡球啦，等你画画啦，今晚开嘴给你看啦，这些是泰国的大象学校。我们现在来欣赏一下大象的表演吧。
这一段的大象表演的非常非常的冗长啊，但是因为失去了我们原本在现场收音哈啊，这感谢大家哈啊，谢谢哈，谢谢像那爱吉吉安那阿西利跳舞哈，这个我就不知道啊，跳舞哈，甩象鼻子哈。你说自然野生动物它真的要懂得说谢谢做这些动作吗？哈，有啦哈。他一定也会做这些动作，但是他做这些动作是天然的哈，跟现在是表演给大家看不一样哦。这个象鼻子差点就可以给我摔掉哈，哦，那个皮啦可以摔掉哈，不，欧车马应该进起来哈。这个在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得到大象，但是因为没有收音啊，那这边呢，我们也可以顺便聊聊现在的泰国哈。其实现在的泰国，我前面有讲到哈，就卖泰国盖一讲一点无港啊，现在泰国。扬名世界最有名的已经不是大象了，应该是这1-2年来最大的叫做克拉运河。这条长100公里的运河一旦完成了，它将会是亚洲最大的人工运河。中国大陆当时就可以趁这个机会防止美国封锁马六甲海峡，掐断中国的经济命脉。来，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先等一下再说。我们先看一下大象画画，有看到吗？大象画画哦，这个大象呢，画画对你来讲，你们觉得困难吗？对我来讲是不可思议的哈，要这么庞然大物，用它的象鼻子画出这么美丽的，这就不简单了，哦。所以呢，我说大象画画真不简单了。对咱来讲，看一个表演呢，但是你若真的认真去甲想吼，叫遮大只的动物啦，哦，要去做遐细微的代志吼，真的不容易哦。因为人的大脑呢，它的囊括性，它的这个调配性呢是很厉害的，然后它的平衡啊，它运用大脑、小脑的这种作业方式，但是在动物上面来讲呢，它是没有那么大的像人类的智慧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让大象去做这一件很细微的工作呢，是一件很不得了的事情。OK， 那我们看看大象画画呢，顺便聊聊我刚刚所讲的这个亚洲最大的人工运河克拉运河。中国大陆的3大工业集团最近在泰国的南部呢，近年来不是最近了在南部新建的贯穿暹罗湾跟印度洋的克拉运河。一直以来，中东的石油、石油都要经过马六甲海峡，还有很多的船运呢，也必须经过马六甲海峡。很多人对这个运河可能不是很了解，你要经过一个国家的海峡，代表这个国家它具有这种经济通道可以掐住你命脉的地方不是要经过恁家门口的海峡就免钱呢你要付费，而且呢，伊若要互你行，你袂使亲门打吼，去甲行落你甲看有厉害无咱边看边听小王讲，边看大象画画这个这有厉害无你看他还是很细心的在画加厉害那为什么聊到这个呢？因为我觉得呢，我们除了看看这个节目之外呢，也可以了解到现在市场上的趋势那以前咱去马来西亚都会看到马六甲海峡，大家也知道马六甲，从小我们念书的时候也知道这个马六甲的经济地位，还有它非常重要的地理位置。但是呢，现在这个事情呢，已经几乎要改观了为什么？因为中国的3大重工企业集团斥资了1200亿的人民币代表5000几亿但泰国的南部新建了一条叫做克拉运河，这是人工的。这一条运河呢，你知道吗？它最大的特别在哪边呢？第一个，你不穿过马六甲了，以后呢，有2条路给你行，这条路就是克拉运河，另外一条路叫做马六甲海峡。以前就是这个就是很简单市场只有一家，我看你脸色那市场如果有2家的时候呢，我就不用看你脸色了。当然，如果原版这一家就做得非常非常好的时候呢，大概就算开再多的分店大家还是会来找你这是很简单的道理我们去吃饭也是一样这间店咱吃了好吃，咱永远拢会伫遐吃，后壁就算讲有人出来开出来甲伊拼，咱拢会去找一间啥哪，因为咱对这间有信心。但是你敢知道克拉运河跟马六甲海峡已经不是有没有信心的问题，因为它不是物品，重点是它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因为走克拉运河，你可以缩短将近1200公里的航程，这是非常可怕的。1200公里，这个1200公里呢，足以为你省下多少的成本？克拉运河就位于泰国的南部，靠近马来西亚的边境，后总长100公里，
接通了暹罗湾跟印度洋，国际海运线就再也不用绕过新加坡了。你觉得呢？所以马来西亚跟新加坡政府呢，无不为了这件事呢紧张万分。因为当这条运河一开的时候，从此以后，所有的船只我都不要经过你遐，我都要经过克拉运河。只有一个很简单的重点，光缩短1200公里的航程就不得了了。这个就跟大陆的跟台湾我们两个国家的三通是一样的哈。你下使直飞航班哈，你选那要飞去其他所在，驶过哪里，甲驶到迄个所在，是安怎？你无必要嘛哈。除了讲你，所以我当下人讲哦，为什么转机很多？第一个，除非你没有直飞，有直飞为什么不飞？那转机多，有时候呢反而便宜，为了吸引客人啊，为了吸引客人，这个就是重点了哈。那如果你价格多，没有办法吸引转机多又没有办法吸引客人，很多人就会选择什么直飞航班，除非你班机客满。那这个海运线也是一样哦，除非你马六甲哈给予非常大的优惠，不然谁愿意走那边？差1200公里，也就不是差5公里哦，它差太远了哦。就像这个现在边聊这个又看到大象因为我边配音的时候我也边看到大象在踢卡球所以它会让我还是想要介绍一下。我们刚刚看完画画呢，你看它鼻子很厉害，你今晚看踢卡球，你也不要小看了，要动物去看到那个东西，用脚踢它，不是踩碎它。不一样哦，这个东西都是有协调性的问题，所以咱你看这个表演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了解到说，要大象去做这些动作，其实都是很不容易的。叫它踩碎一个东西可以，叫它去踢一个东西是不可能的。所以等于有法度踢卡球，伊有法度踢三回，伊有法度踢人，对不对？这个就是很简单的道理哦。你叫它踩死一只蟑螂可能很厉害，但是你叫它踢个东西。真的是很不简单哦！妹登大象学校的大象表演哦，你看看哦，因为他的群连那个守门员都可以小可会惊哈。如果说呢，我们又回到克拉运河，那中国呢，如果说呢，他投资的这个克拉运河，将来美国跟他有经济冷战的时候呢，嘿，他再也不用看美国这个老大哥的脸色，他直接走克拉运河。所以呢，美国知不知道？当然都知道，但是呢，现在还没有人有办法还没有人有办法去改变这一个事实即将要发生的所以呢，目前大陆的中工集团呢，正竭尽所能的长100公里的运河呢，挖通经过泰国这整个陆地呢，从此以后海运就变了他现在不是在吃东西了他现在是拿 tip Lisa 销毁
这些小费呢，其实还是进到了相夫的口袋哦，因为相不会花钱哦。那相夫呢，你说他们就去背喝假没有哈，他把大象还是带到山上去吃哈，能不花钱就别花钱了哈。一般来讲呢，是游客花钱买香蕉。太棒呢，绝对是咱每一档呢，拢会送出来重要限定啊，坐牛车哈，这真正哈，对即摆人来讲呢，坐牛车是一种足爽快的代志，啥啦？这种古早时阵的代志啊哈，即摆社会你要去对看牛车啦啊，这个牛也没有在耕田，现在机械化农业哈，所以我觉得像这种行程呢，能够带小朋友来哦，很重要哈。有时候我会发现呢，在这个欧美国家哦，我唔知大家了解无，在欧美国家呢。很多的欧美国家的教育小孩子的方针呢，是让他们在国小5、6年级以后才开始拿笔写字他们的课业压力来自于5、6年级以后，在这个5、6年级之前他们认为小孩子的玩乐去接触这个大自然、接触这个生活呢，远远的超过于什么？你去写字、去念书。所以呢，在国外来讲，他们对小孩子的创造力开拓的比较高一点但是呢，在亚洲填鸭式的教育一定不能输，没在输在起跑点补习啊、二加这民家呢，这个是很难改变的事情所以有时候我会曾经也会认为请假带小朋友出去，我个人请假带小朋友出国去玩，我觉得不无不可只要不要影响到学业，请假没有关系。为什么？因为台湾的课业压力真的有一点太重了你出去玩是什么？不是出来去拍电动呢？所以呢，这个请假呢，你哪来接近大自然？我是觉得绝对最棒的来，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叫做长颈族的部落这个有长颈族，也有这个达尔族，这些呢从小呢就开始戴上这个紧箍咒而不是紧箍咒戴上这个脖子的环绕的那个金妹这个套在你的脖子上面那套上去之后呢，你可以怎么样这个对他们来讲，I'm gonna 愈长愈水对你来讲，I'm gonna 愈长愈水对他们来讲但是呢，在我们现在的文明社会来看呢，我们是觉得非常非常非常的残忍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现在也可以看得到这一些少数民族，呢，其实他们是真的住在这边，只是呢，政府开辟了一个地方，让他们在这个泰国跟缅甸的边境呢，生活在这个地方那他们就卖手工艺品。现在呢，他们几乎呢以观光客的收入为主，但是我觉得呢，改变一个民族最好的方式呢，其实还是教育教育可以把根本所有的问题呢都解决掉。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所以今晚来到家的鞋子呢，你还是可以看得到现在这些长颈族，听说他们这个拿掉的时候呢，敲不会，只是脖子呢完全没有支撑力正面的你给看这两个头有没有很大的落差？哇，这个如果说是不是我觉得我发现长颈族的人头都很小，应该是从小就套这个金环把它套上去之后，他们是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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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套上去这个套上去之后呢，使得呢它的发育呢抑制它的生长或是呢让它的那个骨骼发展呢没有办法完全，所以我有惊觉到长颈族的头都特别的小这种感觉呢就很像曾经我看过的一部纪录片，就是裹小脚这个裹小脚这个纪录片呢，我当时看到的时候呢，我也蛮讶异的觉得特别特别的心酸你看上课有没有去上课？有啦，都上半天而已很多人说就是落后国家才上半天的课，欧洲国家嘛拢上半天尔
国小4、5年级拢上半工拢半工的时间，因为因下课时间，但落后国家较落后的所在，不是落后国家较落后的地区呢，这个上半工下晡是帮忙做工课若唔是这个较落后的国家、先进的国家，下课时候呢是去踢球是去滑滑板从事各式各样的这个运动。来看看这个摇篮这个有没有想起小时候今嘛是这个囡仔你顾囡仔，看到无？小朋友照顾小朋友这种画面呢，在现在已经很难见到了但是这个画面呢，在以前台湾的农村社会好像都是这个样子的。